我叫陈浩，是这座煤矿里唯一学过地质勘探的大学生。我原本只是来基层实习攒经验，却没想到今天差点把命交代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下800米。停！都停下！别挖了！小陈，你干什么？这正出煤呢，停机1分钟得少挖多少吨？李叔，不能挖了！你听上面这声音，这是典型的应力集中导致断层破裂，顶顶的液压支架已经撑不住了，再挖下去，整个3号矿区绝对会发生大面积塌方。陈浩，你他妈在下面孵蛋呢！3号矿区的传送带怎么停了？赵哥，不能再挖了，矿区可能要塌方，我先赶紧带弟兄们撤出来是要紧事啊！你少给我来这套，还有最后200吨的配额，半小时内给我挖出来送上来。今天集团的陆总裁要亲自下基层视察，要是老子奖金黄了，我活剥了你的皮！赵工，我现在正式向汇报，3号矿区出现严重的地异常，左侧岩层的备用支撑柱已经出现金属疲劳的脆响，渗水塌方的前兆，我请求立刻停止作业，全员撤离检修。检修个屁！陆总的车马上就到矿区大门口了，你现在敢带着人上来，老子立刻算你旷工！可是什么可是？支架响2声会死人吗？会死人吗？立刻马上把最后那点煤给我采完！你敢停机，老子现在就让你滚蛋！赵大山，你这是在拿几10个兄弟的命开玩笑！我再说一次，断层滑坡一旦遇到踩毛机的震动，营顶必定瞬间垮塌，垮了谁负责？老子负责，行了吧？你个刚毕业的穷酸大学生值几个钱？别拿你书本上那点破理论来耽误老子的前程，给我干！谁敢停机，这个月的底薪全勤1分钱都别想拿到！李叔，下个月你孙子还要交学费，这笔钱不能扣啊！小陈，要不咱们再挖点儿？不行，钱再多也得有命花。塌了，跑！全往主干道跑，扔掉所有设备，跑啊！钢铁和岩石不断碰撞崩塌，粉尘瞬间遮蔽了所有视线，我死拽着老李，贴着还未断裂的岩壁一路狂奔。不知道在黑暗中挣扎了多久，终于冲出井口，看见外面刺眼的阳光时，几个年纪大的工友直接瘫软在泥地上，放声大哭。我们这群人每个人都浑身是血痕和煤灰，剧烈的喘息着。陈浩，你他妈的反了天了是不是？谁让你们上来的？煤呢？煤呢？老子的煤呢？包工头赵大山穿着崭新的反光背心，头戴一尘不染的安全帽，挺着大肚子冲了过来。赵工，下面局部塌方了，3号矿区彻底废了，采空机全砸在里面了。要不是我们跑得快，这20几个兄弟今天全得交代在下面。陈浩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，冷冷地盯着赵大山。放你妈的屁！你们都看看，这小子刚才在下面对讲机里就吓得声音发抖，现在跑上来还敢编造塌方的借口。什么局部塌方，老子看就是你们几个懒鬼不想干活。主公，小陈没撒谎，真的塌了，那支架当着我们的面断的呀！闭嘴！老李，你跟着这小王八蛋一起消极怠工是不是？陈浩，你不仅违规操作，还企图用假事故借口消极怠工。老子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这个矿区，开除！开除我？怎么不服？不服去告我呀！在这片矿山上，老子的话就是规矩，滚！陆总来了，你们这群废物别在这儿碍眼，坏了老子的好事儿，老子弄死你们！我知道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。我悄悄打开了手机的录音，走向赵大山，确保能录到他和他的声音。赵工，我刚才在下面，真没骗你。3号矿区左侧的承重柱已经断了，现在里面全是不稳定的危岩。陆总马上就过来了，您先别安排人下去了，等我拿工具下去把备用的液压支架打上，加固好了您再人下去表现也不迟，毕竟安全第一。加固？老子加固你个头！少在这给我扯犊子，危言耸听！什么断裂，什么危言，那全都是你想偷懒的借口！我告诉你，陈浩，3号矿区闹设备和支撑，我昨天刚刚亲自带人检查过，所有的支架绝对稳固，安全的很。赵大山越说越兴奋，眼神频频瞟向越来越近的黑色轿车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想拖延时间，等陆总过来了，你再跑下去装模作样抢功劳是不是？门都没有！这10万块的安全奖金是我的。赵大山戴上安全帽，拿起工具箱。今天这3号矿区
老子亲自带头下。出了任何事儿，不用你这个被开除的废物操心，老子全权负责，跟你没帮钱关系，听懂了吧？现在给我滚蛋！陈浩手在口袋里轻轻按下停止键，音频保存成功。陈浩点了点头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既然赵公这么有担当，矿区安全你也亲自验收过了，那我就不打扰您在总裁面前领奖了。天矿区大门前，几辆黑色的迈巴赫稳稳停住，车门打开，几名西装革履的集团高管簇拥着气场威严的陆总裁下车。地下800米深处，虽然地面上听不见，但我知道那里的岩层正在发生的可怕的连锁崩解，地壳深处的压力正在快速聚集。陈浩冷漠地注视着戴上安全帽、拿起工具箱的赵大山。赵大山，你抢走的是你自己的命。赵大山一路小跑，迎着陆总裁的车队方向，刻意挺直了腰板。他一手抓着一把崭新的十字镐，一手扶着头顶的白色安全帽，对着镜头露出谄媚且坚毅的笑容。刘总好，您放心，咱们矿区的工人们干劲十足，我这就亲自下井，带头攻坚最后200吨配额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赵大山，今年矿区的生产就靠你了。赵大山嘴角的笑容咧得极大。赵大山转过身，大步跨进主升降梯，按下通往3号矿区的下降按钮。陆总，您看，那边的设备都在正常运转，我每天都在井下盯着，安全这方面绝对没有问题。咱们矿区也有一些搅屎棍。赵大山转头看着陈浩，冷笑：“就是这个陈浩，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他今天在井下说了什么下面不安全，屁滚尿流的就上来了。”突然，升降梯剧烈颤抖起来。赵大山面色惊恐，没过几秒，升降机恢复了正常运转。赵大山脸都被吓白了，擦了把汗，再次露出笑容。看到没？这么点动静就把这废物吓跑了，这种逃兵根本不配留在我们矿区。我看着赵大山，心里很清楚井下的真实情况，那不是设备的声音，是岩层断裂的声音。陆总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影响我们的生产进度，我已经当场把他开除了。陆总看着我，皱起眉头。年轻人，做工作要脚踏实地，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。我看着陆总，开口说话。陆总，3号矿区下面的承重柱已经断裂，继续作业会发生大面积塌方。你闭嘴！你还在找借口？你就是个逃兵！高管们脸上的表情全是不幸。陆总转过头看着赵大山。赵大山，你刚才说你要亲自带头下井。是的，陆总，我要让大家看看我们矿区的干部是怎么干活的。陆总点点头，转身看向身后的高管们。各位，我们集团就需要赵大山这样的员工，面对困难敢于冲在最前面。高管们纷纷鼓掌。赵大山，只要你今天带人完成最后200吨的配额，我个人重赏你10万元现金。同时，年底的优秀员工评选，我会直接提名你。赵大山笑出声，连连点头。谢谢陆总，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。陆总，我有个提议。什么提议？陈浩这个反面教材，刚不是说下面会塌方吗？我想让他留在原地，不要走，让他亲眼看看我是怎么把煤挖出来的，让他看看我是怎么领奖的。我站在原地看着赵大山，我心里明白，他想在所有人面前羞辱我。可以，让他留在这里学习一下，看看真正的矿工是怎么工作的。陈浩，你听见没有？陆总让你留下来，你就站在这里，睁大眼睛看着。井下的岩层断裂需要一个过程，时间正在一点点过去。我会留下来的。赵大山冷哼一声，转身走向一旁的老李和工友们。赵大山走到老李面前，盯着老李。老李，你刚才在下面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了吗？老李低着头，双手搓着衣角，没有说话。老李，陆总就在这里，你实话实说，陈浩是不是在造谣惑众？老李抬起头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赵大山。赵公，矿洞里确实有声音。赵大山脸色变了，他靠近老李，压低声音：“老李，你孙子下个月的学费还要不要交了？你这个月的奖金还要不要了？你想清楚再说话。”老李身体抖了一下，眼睛变红。我看着老李，心里很难受。我知道老李家里的情况，他全靠这份工资养家。老李现在极其痛苦。老李，你大声告诉陆总，陈浩是不是为了偷懒，故意编造塌方的谎言？
老李张开嘴，声音发抖：“是陈浩说下面要塌了，让我们跑的。你看，陆总，我就说是他在造谣。老李，你说实话，支架有没有断？我没看清，当时太黑了，陈浩拉着我就跑。”赵大山得意地看着我：“陈浩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大家都指认你造谣惑众，你为了自己逃避劳动，拉着整个班组的人陪你一起旷工。”我看着赵大山，没有反驳，因为我知道地下的岩层正在发生变化，用不了多久，事实会证明一切。我转头看向指挥部大楼的墙角，那里有一道细微的裂缝，我刚才就注意到了。陆总，你们看指挥部墙角的那道裂缝。陆总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几个高管也看过去。这道裂缝正在扩张，地下800米的岩层断裂，产生的应力已经传导到地面，这是大面塌方的前兆。一名戴眼镜的高管走过去，看了一眼墙角。这不就是普通的沉降裂缝吗？很多建筑都有。这不是沉降，你们仔细看，裂缝边缘有新掉落的水泥灰，说明它是刚刚产生了，并且在持续扩大。现在的轻人书本看多了，看个缝都能联想到地质灾害。就是，我们这里的建筑都是经过严格验收的，怎么可能因为地下作业就裂开？赵大山走过来，挡在我面前。陈浩，你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！你以为你随便指个墙缝就能掩盖你逃跑的事实？我没有掩盖任何事实，我只是在陈述客观存在的危险。如果你们不信，可以派专业的地质勘探人员进行测测量。够了！不要再用这种无聊的把戏浪费我们的时间，马上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是，陆总。赵大山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用手指着大门的方向。陈浩，你马上给我滚出矿区！你被开除了。开除我可以，把我这个月的工资结了。赵大山冷笑一声：“结工资？你违规操作、造谣生事，给矿区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，你还想要工资？我付出了劳动，应该拿到属于我的报酬。”赵大山走到我面前，盯着我的眼睛：“想要工资是吧？行，你现在当着陆总和所有人的面，跪在这里。”向全矿区道歉，承认你胆子小，承认你在造谣。只要你跪下道歉，我立刻让财务把工资打给你。周围的人都不说话，看着我们。老李和工友们低着头，现场气温很低，大家都不出声。我看着赵大山，心里没有任何波动。我不会跪，我也不会道歉，因为我没有说谎。不跪，不跪你就1分钱也别想拿走。马上给我滚！陆总站在一旁，没有阻止赵大山，高管们也都冷眼看着我。我看着赵大山那张涨红的脸。赵大山，工资我可以不要，但我再说最后一次，3号矿区马上就要塌方，你现在下去就是去送死。保安过来，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！根据我对3号矿区岩层结构的计算，支撑柱断裂后的连锁反应，最多还有20分钟就会达到临界点。陆总，地质灾害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，最多还有20分钟，3号矿区就会全面崩塌。陆总皱起眉头，看着我：“睁眼，一派胡言！”赵工，有什么吩咐？把这个人给我轰走，扔到矿区大门外面，不要让在这里碍眼。陆总，如果你们现在撤离所有人，还来得及。快把他弄走！快点！保安用力拉着我往大门方向走。我转过头看着指挥部大楼的墙角，那道裂缝又变长了一点。等一下！保安停下脚步，转头看向陆总。我也停下脚步，看着陆总。赵大山愣了一下：“陆总，这种留人留在这里只会影响大家的心情，还是赶紧赶走吧。”陆总没有理会赵大山，他看着我：“你说还有20分钟就会塌方？”是的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肯定，那我就破例给你一个机会。放开他！
你不是要下井吗？你现在就带人下去。陈浩，你留在这里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3号矿区是怎么顺利产出煤炭的。我要让你知道，你的那些理论，在实际生产面前一文不值。好，我留下。我知道陆总是想用事实来打我的脸，彰显他的大度，但他不知道他这个决定会让他看到怎样的画面。陆总，您真是太宽宏大量了，这种人就让他看看我们的实力。陈浩，你就好好看着吧，等我把煤挖出来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脸站在这里。说完，赵大山戴好安全帽，拿起工具箱。老李，带上几个人跟我走。老李看了眼我，然后低着头了。几个工友也无奈地跟了上去。他们走进主升降梯，指示灯亮起，显示升降梯正在向地下800米下降。走，我们去监控大厅。我跟在他们后面走进大楼。众人进入监控大厅，大厅里整面墙都是屏幕，屏幕上显示着矿区各个位置的实时监控画面和数据。陆总走到最前面的椅子上坐下，高管们站在他身后。我站在角落里，中间最大的屏幕上显示着3号矿区的监控画面。画面中，赵大山带着老李和几个工友走出了升降梯，进入了采煤工作面。陆总，我已经到达3号矿区，这里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塌房的迹象。赵大山的声音从大厅的音响里传出来。很好，开始作业吧。收到。画面中，赵大山指挥工人们开启了采煤机，巨大的采煤机开始运转，煤块不断落在传送带上。赵大山走到一个监控探头前，指着旁边的一个显示屏。陆总，您看，这是液压支架的压力数值，现在全部在安全范围，非常平稳。每天都会亲自检查这些设备，我的安全管理经验绝对经得起考验。陆总看着屏幕上的数据，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。赵大山确实是个得力干将，有他在，矿区的安全和产量都有保障。高管们纷纷点头称赞。我站在角落里，目光紧紧盯着屏幕右下角的一个小数据框。那个数据虽然在正常范围内，但数值正在以极快的频率上下跳动，这是地应力极度不稳定的表现。我走近了2步，眼睛盯着那个跳动的数据框。突然，数据框旁边的一个小红灯闪烁了一下，1秒钟后又闪烁了一下。这是液压支架受力感应器超过警戒值的预警信号。红灯开始频繁闪烁。我看向站在我不远处的一个中年男人，他是集团的总工程师，姓王。我走到王总工身边，压低声音说话：“王总工，你看3号矿区左侧3号成力感应器，红灯开始频繁闪烁了，注意风险。”王总工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屏幕。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盯着那个小红灯。红灯闪烁的频率越来越快。王总工的眉头皱了起来。这个数据跳动的确实有点异常。这不是异常，是左侧岩层已经失去支撑，重量全部压在了备用液压支架上，支架的金属结构正在发生形变，感应器才会频繁报警。王总工眼色变了变，他拿起桌上的对讲机。赵大山，你去左侧3号承重那里看看，受力感应器是不是在报警？大厅里安静下来，陆总和高管们都看向王总工，然后又看向大屏幕。画面中，赵大山听到对讲机的声音，愣了一下。他转头看向左侧3号承重柱的方向，他走到承重柱旁边，看了一眼柱子上的感应器面板。我清楚地看到面板上的红灯正在快速闪烁。赵大山看了一眼红灯，脸色变了一下，但他马上移动身体，立刻遮挡屏幕和感应器面板。王总工，我看了，没有报警，一切正常。可是监控屏幕上显示感应器在闪红灯。王总工，您也知道，现在是高强度作业，采煤震动很大，这种震动会致系统产生误报。我刚才仔细检查了支架，完全没有变形，稳固得很。王总工看着屏幕，没有说话。王总工，是不是陈浩在旁边乱说话？他就是想干扰视听，不想让我顺利完成任务。您千万别听他的。陆总转过头，严厉地看着我。陈浩，你再敢扰乱军心，我现在就让保安把你扔出去！我没有理会陆总，我看着王总工。王总工，你也是学地质的，高强度作业引起的震动，红灯闪烁的频率是均匀的，但你现在看屏幕上的红灯，闪烁频率是递增的，这是不可逆的物理形变特征。王总工盯着屏幕，额头上冒出了一层汗。王总工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担保绝对没问题。陆总砸了一下桌子。行了，继续作业。大厅里恢复了安静，只有音响里传出采煤机运转的轰鸣声。我看着大屏幕，心里默默计算着时间。突然，屏幕右上角的一个分画面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那是主升降梯井口处的监控画面。画面中，原本空荡荡的井口地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，那些黑点移动速度极快。我紧紧盯着那个画面，很快，黑点越来越多，密密麻麻的从井口涌出来。是老鼠！监控大厅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那是什么？陆总猛地站了起来，
双手撑在桌子上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。这一异象引起了陆总的警觉。老鼠的数量还在增加，在地面上蔓延。指挥部内瞬间安静下来，没有人说话，连呼吸声都变得清晰。动物对地质灾害的感知能力远超人类。这么多老鼠疯狂逃离地下，只有一个原因：地下正在发生剧烈的地质变动。陆总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，他转头看了我一眼。我站在原地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。赵大山，井口怎么会有这么多老鼠跑出来？老鼠？陆总，什么老鼠？你看主升降梯井口的监控。画面中，赵大山走到一个显示屏前，看了一眼，然后转过身面对监控探头。陆总，您别担心，这是矿区生态改善后的自然现象。自然现象？这么多老鼠跑出来叫自然现象？赵大山摸了摸头顶的安全帽。陆总，矿区搞环保，地下环境好了，老鼠就多了。采煤机一开，动静大，他们跑出来了。大厅里的高管们互相看了看，没有人说话。赵大山见陆总没有回应，继续对着对讲机厚着脸皮说：“陆总，您亲自来视察，老鼠都出来夹道欢迎啦！”大厅里依然安静。这番话太过牵强，连高管们都觉得尴尬。陆总皱着眉头，没有坐下。我看着画面中的赵大山，他在撒谎。这些老鼠一直生存在浅层岩石缝隙中，现在浅层岩石开始受到挤压，他们才被迫逃离。赵大山，你确定下面安全？我确定，绝对安全。陆总，您就放心等我的好消息吧。我收回视线，低头看向陆总面前的会议桌，桌上放着一杯刚泡好的咖啡。我走到桌边，伸手指着那杯咖啡。陆总，你看这杯咖啡。水面上泛起了剧烈的涟漪，这些涟漪不是因为有人触碰桌子产生的，而是从杯底不断向上涌出，一圈接着一圈，非常密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地应力波。我看着陆总的眼睛，警告众人：地下800米的岩层正发大面积断裂，断起来产的震动能量，也就是地应力波，已经传导至地面。这种高频微震，人体感觉不到，但液体表面会清晰地反映出来。我指着墙角的裂缝，墙角的裂缝，井口的老鼠，这杯咖啡，都证明3号矿区的支撑系统已彻底失效。我停断了一下，看着大厅里的所有人。现在立刻下令所有人撤离，撤离是唯一的生路。再晚1分钟，下面的人就全完了。陆总盯着咖啡杯里的涟漪，额头上渗出了汗珠。赵大山，陆总心中开始动摇，他看着大屏幕。陆总，不能撤。画面中，赵大山急切地对着监控探头挥手。陆总，马上完成200吨配额了，现在撤任务完不成，集团计划也会受影响。可是，地面上已经出现了异常现象。陆总，您千万别听陈浩的，他是在干扰我完成任务。我人在下面，我最清楚情况，这里连块石头都没掉下来。陆总看着屏幕，没有说话。赵大山见状，又一次保证：陆总，我赵谭今天当众立生死状，我赌上全部的身家性命，向您保证3号矿区绝对不会出事儿。您放心，出了事儿我负责，就让我干完这最后一点。大厅里，高管们看着画面中激动的赵大山。陆总，赵工既然这么有把握，也许真的是陈浩判断错了。好，赵大山，我再给你10分钟，10分钟后不管完没完成，立刻撤退。我看着陆总放下麦克风，没有再劝说，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大厅里的人都看向我。179，178，他猜在干什么？王总工没有回答。随着我的倒数，大厅里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重，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莫名的恐慌。陆总坐在椅子上，身体僵硬，他看着大屏幕，又转头看看闭着眼睛的我。高管们停止了交谈，有人开始不自觉地往后退，靠近大门。199。陆总猛地站起来，伸手去抓麦克风。就在这时，大屏幕里传来了赵大山的吼声：“都给我加把劲儿，把采煤机开启超负荷模式！”画面中，赵大山站在控制台前，亲手将采煤机的操作杆推到了最顶端。巨大的采煤机发出了极大的轰鸣声，切割滚筒飞速旋转，狠狠地切入煤层。陆总，您看，速度提上来了，10分钟绝对能挖完。他转过头，指着身后的液压支架，为了证明稳固，他大声说话：“陈浩，你睁眼睛看看，支架稳得很，你不是说要塌吗？塌一个我看看啊！”随着采煤机超负荷运转，地下岩层受到的震动成倍增加。王总工，压力数值不对劲儿。王总工冲到电脑前，所有液压支架的压力数值
正在直线飙升。9，撤！赵大山，马上撤！画面中，赵大山依然站在控制台前，盯着不断产出的煤块。3、2、1，轰！地底深处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，这声音像是巨大的物体被瞬间折断。紧接着，整个指挥部大楼随之剧烈颤抖，桌子上的咖啡杯瞬间倾覆，黑色的咖啡流了一桌子，头顶的吊灯剧烈摇晃，发出碰撞的声音。陆总双手死死抓住桌子边缘，脸色惨白。我双脚分开，稳住身体，眼睛紧紧盯着大屏幕，显示无信号的雪花点在屏幕上不断闪烁。剩下的几个还能显示画面的屏幕里充满了浓重的灰尘，音响里传来刺耳的电流声，以及极其混乱的金属撕裂声和岩石崩塌声。赵大山！赵大山！大楼的颤抖还在继续，墙角的裂缝瞬间扩大，水泥块从墙上剥落，掉在地上。数据，看数据！技术员双手发抖的敲击键盘，屏幕上显示着3号矿区所有液压支架的压力仪表盘。紧接着，所有仪表盘的指针瞬间弹回，数值诡异的归零。归零了，全部归零了。王总工双腿一软，瘫坐在椅子上。完了，全完了。陆总转过头看着王总工，归零是什么意思？3号矿区支撑系统崩了，液压支架瞬间被压碎，感应器也一起毁了，所以没有数据传回。这意味着地下800米的3号矿区数万吨的岩层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支撑，直接砸了下来。物理规律是客观存在的，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。砰！大厅侧面的一声巨响打破了短暂的寂静，那是连接地下通风管道的排风口。一股强劲的气浪夹杂着煤灰从通风口喷薄而出，这股气浪像一条黑色的龙一样冲进大厅，气浪的速度极快，力量极大，玻璃碎片向外飞溅，落在楼下的空地上，发出清脆的破裂声。视线变得模糊，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煤炭味和土腥味。高管们趴在地上，双手捂住头，大声咳嗽着。陆总用衣服袖子捂住口鼻，闭着眼睛。我站在原地，闭上眼睛，屏住呼吸。这是地下大面积塌方产生的效应，数万立方米的空气被崩塌的岩层瞬间挤压，只能顺着通风管道向外喷发。气浪持续了10几秒钟，才逐渐减弱。大厅里的粉尘依然浓重。快，打开排风扇！技术员摸索着按下了排风扇的开关，巨大的排风扇开始运转，将大厅里的黑色粉尘往外抽。几分钟后，大厅里的视线终于恢复了一些，所有人都灰头土脸，身上落满了黑色的煤灰。我走到破碎的窗户前，向外看去，远处的井口升起一朵巨大的黑色烟尘云，这朵云不断翻滚着向上升腾，遮蔽了半个天空。阳光被烟尘挡住，矿区瞬间暗了下来，地面依然在微微震动，整座矿山发出巨大的断裂声，这种声音从地底深处传出，绵延不绝。我看着那朵黑色的烟尘云，地下800米，3号矿区已经不复存在，那里现在只有堆积如山的碎石和钢铁残骸。陆总走到窗前，站在我旁边，马上组织救援！马上组织救援！陆总，没用的，地下800米全面塌方，所有的通道都被岩石堵死了。这种级别的塌方，根本没有救援的可能。陆总愣住了，他看着王总工，里面还有人，赵大山还在里面。就算现在调集全省的救援设备，挖通800米的岩层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。里面的人不可能活下来。陆总，有一路监控恢复了。陆总快步走到监控屏幕前，屏幕上一个原本黑屏的分画面突然亮了起来。这是安装在3号矿区边缘安全岛的一路备用监控，画面中充满了灰尘，但依然能看清里面的景象。剩下的监控画面捕捉到了价值数千万的采煤机停在画面中央。就在画面恢复的下一秒，屏幕上方出现了一块巨大的黑色岩石，岩石以极快的速度砸下，砰！那台坚固的钢铁采煤机被崩塌的岩层瞬间压扁，钢铁零件四处飞溅，火花一闪而过，随后整个画面被彻底掩埋在无尽的黑暗和碎石中。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那个闪烁着雪花点的屏幕，那台数千万的设备就这么在他们眼前变成了一堆废铁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刚才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警告，如果我没有把老李他们拉上来，现在被压扁的就是几十条人命。突然有人叫了一声，所有人转头看去，大厅门口站着一个浑身是土、衣服破烂的人，是赵大山。他的左臂软绵绵地垂在身侧，在塌方发生的前一秒，他刚好走到了升降梯的入口处，被气浪直接冲进了升降梯轿厢，回到了地面。赵大山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，他看着屏幕中化为废墟的矿区，他张大嘴巴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他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，身体剧烈的发抖。他苦心经营的升迁梦在这一秒彻底粉碎。不仅如此，3号矿区毁了，数千万的设备没了，这个责任他承担不起。陆总看着瘫坐在地上的赵大山，
眼神从震惊逐渐变成了愤怒。赵大山，你不是说绝对安全吗？你不是用身家性命担保吗？现在是怎么回事？赵大山坐在地上没有回答，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地面。陆总转过头看着大厅，又看向窗外，数亿元的投资在短短几分钟内化为乌有，这对集团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。陆总的呼吸变得急促，而陈浩依然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陆总和赵大山。我的衣服上也有煤灰，但我没有去拍他，我的表情很平静，仿佛这一切早在我的预料之中。我根据地质数据推算出的结果，没有任何偏差。王总工走到陆总身边，吕总，3号矿区彻底报废了，我们现在需要马上上报相关部门，启动应急预案。去办吧。大厅里的高管们开始打电话，安排后续的清理和上报工作。我转身准备离开大厅，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。站住！一个极其尖锐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惊魂未定的赵大山突然跳起来，他的眼睛瞪得很大，眼球上布满了红血丝。是他，是陈浩！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看向赵大山。赵大山指着我，身体前倾。陆总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设备的问题，是陈浩刚才下井时在支架上动了手脚。我转过身看着赵大山，陈浩刚才在下面，趁我们不注意破坏了支架的承重结构，是他把支架弄断的。陆总皱起眉头看着赵大山，你胡说什么？他一个人怎么可能破坏了液压支架？他能，他是学地质的，他知道支架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里，他带了工具下去的。陆总，您想啊，他刚才口口声声说会塌方，甚至连塌方的时间都算得那么准，他为什么算得那么准？因为那就是他自己设定的时间。陈浩因不满被开除，需破坏设备制造塌方，报复矿区和我。他转头看向高管们，试图将这泼天的巨祸甩到陈浩头上。各位领导，你们想想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他刚上来就说要塌，结果真塌了。他就是个破坏分子，这祸事全是他一个人干的。大厅里的人看着赵大山，又看看我，有些高管的眼神开始变化。赵公说的也有点道理。他一个刚毕业的学生，怎么可能比仪器还准？如果真的是他蓄意破坏，那这性质就太恶劣了。赵大山听到有人支持他，更加得意，他指着我，咬牙切齿：“陈浩，你这个罪犯，你要赔偿集团所有的损失，你准备去坐牢吧？”我看着赵大山，看着他为了推卸责任而编造出的谎言，我没有说话。陆总转过头，死死盯着我。面对数亿元的损失，陆总需要一个交代，集团需要一个交代。如果这件事能定性为人为破坏，集团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，损失就能降到最低。陆总的眼神变得阴鸷。陈浩，赵大山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不是。那你怎么解释你对塌方时间的精确预测？你怎么解释液压支架的突然断裂？我解释过了，那是地质应力变化导致的必然结果。我不听这些理论，我只看结果。结果就是你预言了塌方，矿区真的塌方了。几千万的设备，整个3号矿区全毁了。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我现在就让保安把你抓起来。去查吧。以为我不敢？我没有做过任何破坏设备的事，你们可以去查。侥幸逃生的老李带着几十名工友站在门口，他们都是刚才跟着我从井下逃上来的。老李走进来，想要为陈浩辩解。陆总，小陈没有破坏设备，当时我们在下面一直在一起干活，他根本没时间去弄支架。对，小陈是好人，是他救了我们的命。赵大山猛地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盯着老李。老李，你闭嘴！他走到老李面前，指着老李的鼻子：“你们这帮废物，跟着陈浩消极怠工，就是同谋共犯。”工友们看着赵大山，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。赵大山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你们跟着陈浩一起跑上来，导致生产任务完不成，矿区毁了，你们脱不了干系，再敢帮陈浩说话，全送去坐牢！老李身体发抖，他看着赵大山，双手紧紧握成拳头。赵大山的威胁起到了作用，几个胆小的工友低下了头。陆总，您看，他们都不说话了。他们心虚了，就是陈浩带头搞的破坏。陆总看着我，
陈浩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看着陆总，又看了看赵大山。陈浩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缓缓掏出手机。我有一段录音，我想请大家听一下。我把手机的音量调到最大，按下了播放键，屏幕上跳动的录音进度条成了全场最后的希望。手机的扬声器里传出了清晰的声音，录音开始播放。赵工，我刚才在下面真没骗你，3号矿区左侧的承柱已经断了，现在里面全是不稳定的危岩。加固，老子加固你个头！少在这儿给我扯犊子，危言耸听。什么断裂，什么危言，那全都是你想偷懒的借口。我告诉你，陈浩，3号矿区那套设备和支撑，我昨天刚刚亲自带人检查过，所有的支架绝对稳固，安全的很。赵大山的声音在安静的大厅里回荡。赵大山站在原地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他张大嘴巴，看着我的手机，身体开始发抖。录音还在继续。今天这3号矿区，老子亲自带头下，出了任何事不用你这个被开除的废物操心，老子全负责，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这狂妄声音传出，每一句话都让赵大山捂住胸口，身体摇晃。录音播放完毕，我按下了停止键。录音播放到赵大山亲口承认为了奖金而忽视安全隐患的部分，指挥部内的空气停止了流动，大家都不说话，没有声音。赵大山承认为了10万块奖金而无视安全隐患，并且表示全权负责。这录音击碎了赵大山刚才编造的所有谎言。陆总站在原地，脸色铁青，他看着赵大山，胸口剧烈起伏。高管们互相看着，没有人敢发出声音。王总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摘下眼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老李和工友们抬起头看着赵大山，赵大山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，嘴唇不停的哆嗦。不是这样的，陆总，你听我解释。面对铁证如山的录音，赵大山原本狰狞的表情逐渐变得绝望。他停下动作，看着我手里的手机，他知道自己彻底完了。录音证明了他不仅知情，而且是为了个人私利强行违规操作。3号矿区的毁灭，数亿元的损失，全部都是因为他的贪婪和无知。这个责任他赔不起。陆总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知道会塌得这么严重啊！赵大山一边哭一边说，没有人同情他。如果不是我强行把老李他们带上来，现在躺在地下800米的就是几十个人。陆总看着坐在地上的赵大山，突然笑了一声。陆总听完录音后怒极反笑，他向前走了一步，走到赵大山面前。赵大山抬起头，脸上全是眼泪和鼻涕混合着煤灰的黑色液体。陆总，求求您！赵大山伸出手想要抱住陆总的腿，陆总没有说话，他直接抬起右手。赵大山被这股力量抽得倒在地上，嘴角流出了血。陆总收回手，转头看向身后的高管，下令法务部介入彻查，把赵大山所有的工作记录、资金往来全部封存。是，陆总。通知集团保安部，把赵大山控制起来，移交相关部门处理。赵大山躺在地上，没有任何反抗的动作，他闭着眼睛，身体缩成一团。老李带着几十名死里逃生的工友冲进指挥部，走到陆总面前。陆总，既然要查，那就彻底查清楚。老李指着躺在地上的赵大山，当众揭发。赵大山不仅今天违规，还多年克扣安全经费，连防尘口罩都买最劣质的，液压支架的日常维护保养，他全部造假，把钱装进自己腰包。工友们纷纷开口揭发赵大山多年来的累累罪行。陆总听着这些话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他看着地上的赵大山，好，很好。赵大山，你真是集团的蛀虫，把他们说的这些全部记录下来，作为证据提交。大厅外面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，几辆印着保安字样的车开过来，车门打开，几名穿着制服的保安快步走进大厅。把他带走，看好他，配合相关部门调查。2名保安走过去，一左一右架起赵大山。你这种人就该去坐牢！赵大山在众人的唾弃声中被带出了大厅，塞进了一辆保安车里。汽车启动，开出了矿区大门。赵大山将面临的是倾家荡产的赔偿与漫长的牢狱生涯。大厅里安静下来，陆总深吸一口气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他转过身走到我面前。陆总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傲慢和轻视，取而代之的是极其严肃的表情。他后退半步，弯下腰，走到陈浩面前，深深鞠了一躬。大厅里的高管们都愣住了。陈浩，我代表集团，代表矿区的所有人，向你道歉。我没有说话，看着陆总。如果今天没有你会损失设备，还会损失几十条人命。你救了全矿人性命，是一个天才。他伸出右手放在我的肩膀上。陈浩，我恳请你留下来主持大局。3号矿区毁了，我们需要重建，我需要你留下来。3天后，矿区指挥部大楼外的公告栏上贴出了一份盖着集团总部大印的文件。经集团董事会研交决定，集团总部下达红头文件，破格任命陈浩同志为3号矿区总工程师，全面负责3号矿区的灾后重建与地质勘探工作，赋予他重建3号矿区的最高决策权。我站在公告栏前，看着那份文件。老李和几个工友站在我身后，脸上带着笑容。陈总工，以后我们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挖，我们就怎么挖。我转过头看着老李，以后安全第一，没有任何东西比命更重要。老李重重的点了点头。我抬起头
看向远处的矿区。我独自走到3号矿区的主井口前，这里已经拉起了警戒线，巨大的黑色坑洞横亘在地面上。废墟中，几台大型挖掘机正在清理表层的碎石。陈浩站在满是废墟的矿井前，手里拿着一份全新的地质勘探图纸。太阳从远处的山头慢慢升起，新升起的太阳照在废墟上，也照在我的图纸上。我知道，重建3号矿区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，地下的岩层结构已经彻底改变，我需要重新计算所有的应力数据，重新设计支撑系统。但我没有感到害怕，我深吸了一口早晨清冷的空气。我把图纸卷起来，握在手里，属于我的地质传奇才刚刚拉开序幕。